上周黄金多头再一次没能守住阵地，连续第2周收阴，白银更惨，一周之内重挫将近 3.5%， 把6月底刚刚企稳的形象又打回了原形。但真正的悬念其实还在后头。下周二晚上，一份美国6月的 CPI 通胀数据很可能一锤定音，决定金价究竟是先跌破4080，还是就此绝地反攻，重返4160。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下周这场硬仗到底该怎么打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点金日记，我是您的贵金属向导小金。今天是2026年7月12日，星期天，市场休市，没有新的成交价格，所以我们今天不做隔夜复盘，而是把眼光放长，一起来展望下周。周五那一根 K 线，黄金收在了4113美元，白银收在 60.16 美元，这就是我们脚下最真实的位置。接下来这一周，黄金和白银要面对的是一连串足以掀起大浪的美国经济数据，尤其是那份被无数人盯着的通胀报告。按照老规矩，在正式开讲之前，我要郑重地提醒您一句，我接下来分享的所有观点和判断，都只是我个人的观察和思考，不构成任何投资、交易或理财建议。市场永远有风险，您的每一个决定，都请务必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，独立、冷静地去判断。好，那我们就正式进入正题。先说结论，刚刚过去的这一周是属于空头的一周，黄金从上周五的4167美元一路震荡走低，到本周五收在4113，一周下跌了大约 1.3%， 白银则从 62.3 附近滑落到 60.16， 一周重挫 3.5%。 你会发现，同样是贵金属，白银的跌幅几乎是黄金的3倍，这不是偶然，而是白银这位黄金的高弹性表弟一贯的脾气，涨的时候比黄金猛，跌的时候也比黄金狠。更值得玩味的是，这一周其实并不缺乏避险的理由。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宣称与伊朗的停火已经结束，甚至放话要摧毁伊朗。美国财政部还制裁了一名所谓的伊朗金融家。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情绪始终没有真正平息。按理说，这种地缘政治的火药味应该是黄金的强心针，可现实是金价不涨反跌，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回答的核心问题：当避险的旗帜都举不动金价的时候，黄金到底怎么了？下周的 CPI 又会不会成为扭转乾坤的那只手？其实把镜头再拉远一点，你就明白了。从3月份5200多美元的历史高位到现在的4113，黄金已经悄悄回撤了超过1/5。这一周的阴跌并不是孤立的事件，而是这一轮中期回调的延续。所以我们看下周，既要盯着眼前这个箱体的边界，也要心里清楚，大方向上，金价目前还没有走出这轮调整的阴影。我们先把黄金这一周的路径捋一遍。这一周，金价基本被困在4080到4160这个狭窄的箱体里来回拉锯。周一、周二一度冲高到4155、4157，看起来多头还想再搏一把。可到了周三，一根长阴直接把价格砸到4082，多头的努力瞬间化为泡影。周四勉强反弹到4140，周五又回落到4113收场。整整一周，买家和卖家在4080这道地板上反复较量，谁也没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。打个比方，现在的黄金就像被关在一个上下都有墙的房间里，天花板是4160，地板是4080，价格在里面撞来撞去，每一次撞到天花板都被弹回来，每一次砸到地板又被拖起来。这种焦灼在技术上叫做箱体震荡。而这种震荡持续的越久，一旦某一面的墙被撞破，后面释放出来的动能往往就越猛。下周的 CPI 很可能就是那击重拳。从更大的格局看，黄金目前的处境并不轻松。它现在的价格
不但远远低于50日均线的4318，更是深深地压在200日均线4597的下方。这意味着什么？均线就像是市场的成本线和情绪线，当价格同时跌破短期和长期两条均线，就好比一个人不但被眼前的小坡绊住，连身后的大山也压了下来。中期的趋势目前是明显偏空的，多头想要真正翻身，第一步得先重新站上4160，否则任何反弹都只能算是弱势的技术性修复。再看白银，如果说黄金这一周是阴跌，那白银就是跳水。从上周五的62.3到本周三的58.5，再到周五收在60.16，白银的振幅明显比黄金大得多。我们常用一个指标来衡量两者的关系，叫做金银比价，也就是1盎司黄金能换多少盎司白银。目前这个比值大约在68附近，本周是往上走的，这恰恰说明在市场避险情绪退潮、风险偏好回升的时候，白银因为身上带着一半工业金属的属性，往往会比纯避险的黄金跌得更快。有一点你必须记在心里，白银的高波动是一把双刃剑，它跌得快，反弹起来同样凶猛。本周就有海外分析师直言，白银如果守不住，下方可能看向$55，但反过来说，一旦风向逆转，白银的爆发力也会远超黄金。所以对白银，我的态度始终是既不要在下跌里恐慌，也不要在反弹里贪婪，永远给自己留一份清醒。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把这一周的贵金属摁在地上摩擦？答案主要藏在两个地方，美债收益率和美元。这两座大山才是本周真正的主角。我们先说收益率。这一周，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路走高，周五已经升到了 4.56%， 比一周前整整高了8个基点。这个数字为什么对黄金这么重要？我给你捋一条最简单的传导链，黄金本身是不生息的，你拿着一块金条，它不会给你利息，而美国国债，你买了它就能拿到实实在在的利息。当国债收益率越涨越高，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就越大。说白了，就是你为了拿黄金而放弃掉的利息越来越多，那自然就有一部分资金会从黄金流向债券。这就是高收益率压制金价最核心的逻辑。美元这边也是一样的道理。这一周，市场对美元的偏好明显在升温，欧元对美元被压在 1.14 附近，高盛甚至把6个月和12个月的欧元目标下调到了 1.12。汇丰也说，基本面依然站在美元这一边。你要知道，国际金价是用美元来标价的，美元越强，同样1盎司黄金换算成其他货币就越贵，全球买家的购买力就被削弱，金价自然承压。收益率和美元这两座大山同时压顶，黄金想涨，谈何容易？说到这儿，你可能又要问了，小金，不是说有伊朗的地缘风险吗？避险资金为什么不来买黄金？这正是本周最耐人寻味的地方。按常理，特朗普宣布停火结束，扬言要摧毁伊朗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，至今没有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，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避险题材。可市场的反应却很冷淡，金价甚至在这些消息出来的当天不涨反跌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下真正主导市场的是美股的一片欣欣向荣，标普500指数年内已经涨了超过 10%， 离历史新高只有一步之遥，风险偏好整体是回升的。当资金都涌向股市去追逐收益的时候，避险的黄金就被冷落在了一旁。这提醒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，地缘政治能给黄金火上浇油，但它很难独自撑起一波行情。真正的方向还得看利率和美元的脸色。再往深里挖一层，这一切的根子还是在美联储身上。现在市场的定价非常关键。根据本周的数据，
交易员们押注美联储到2027年4月的政策利率会落在 4.10% 附近，这意味着市场预期的不是降息，而是接近2次的加息。你没听错，是加息，不是降息。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上任以来，整体基调偏鹰，反复传递的信号就是那句更高更久的高利率。这对黄金意味着什么？我们前面说过，黄金不升息，它最怕的就是高利率环境下的高实际利率。所谓实际利率，简单说就是名义利率减掉通胀之后，你手里的钱真正的购买力。当实际利率越高，持有黄金的代价就越大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场拔河，一边是通胀，替黄金加油，另一边是名义利率，往下拽金价。现在利率这一头明显更有力气，黄金自然被往下拖。所以只要美联储一天不松口，市场一天还在压住加息，黄金头顶上的这片乌云就很难散去。这也正是为什么下周二的 CPI 才显得如此关键，它直接关系到市场对通胀、对利率路径的重新定价。好，我们接着从技术面上把下周黄金要盯的关键位置一个一个的看清楚。先看下方支撑，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，就是4080这个位置。这一周金价好几次探到这里都被买盘顶了回来。周五的日内低点4081几乎是分毫不差的踩在这上面，可以说4080就是当前多空的生命线。如果这道防线被有效跌破，那么下一个支撑要看到4040，再往下就是6月24日那根长下影线留下的4008。守住4080，黄金还有整理反弹的资格，跌破4080，空头就要正式掌握主动权了。再看上方阻力，第一道阻力在4160，这是本周多次冲高都没能站稳的地方，只有有效突破它，金价才有机会去挑战4210这个更强的关口。所以下周的剧本其实很清晰，4080和4160就是这个箱体的上下边界，谁先被打破，行情就往哪个方向走。在方向明朗之前，盲目的追高或者杀跌，都是很容易两面挨打的。白银这边技术上的关键位置同样值得你记下来。下方第一支撑看 58.5， 这是本周三的低点，如果这里失守，正如我前面提到的，市场的目光会很快转向55美元一线。上方第一阻力在 61.5， 再往上是 62.3， 也就是上上周五的收盘位置。白银因为波动更大，它的技术信号往往比黄金来得更早、更剧烈，所以你完全可以把白银当成一个情绪的放大器来观察。当白银率先跌破 58.5， 往往说明整个贵金属板块的空头动能在加强。反过来，如果白银能带头突破 61.5 甚至 62.3， 那也可能是金银共振向上的一个先行信号。多看白银一眼，常常能帮你更早一步读懂黄金的心思。讲到这里，我必须要给你泼一盆冷水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段风险提示。下周的 CPI 数据本质上是一个高度不确定的事件，它公布的那一刻，市场极有可能出现剧烈的双向波动，先上后下，或者先下后上的假突破，都是家常便饭。在这种时候，最忌讳的就是凭一时冲动去追单，请你一定要保持谨慎，管好自己的仓位，设好止损，永远不要用赌的心态去面对数据行情。行情天天有，但本金只有一次，任何时候先活下来，保持冷静，都比一时的对错重要得多。好，那我们就把下周真正的重头戏一件一件的摆到台面上来。第一件，也是最核心的一件，下周二，也就是7月14日晚上，美国6月 CPI 通胀数据出炉，这是决定下周方向的胜负手。如果通胀数据低于预期，也就是所谓的软数据，市场会重新燃起对美联储放缓脚步的期待，收益率和美元可能回落，
黄金就有机会向上反攻4160乃至4210。可如果通胀高于预期，坐实了更高更久的加息剧本，那金价大概率会向下测试4080，甚至打开通往4040的大门。第二件数据是一整周连轴转的。周三，美国6月 PPI 生产者物价指数和纽约联储制造业指数登场，美联储的褐皮书也会公布。周四，6月零售销售、费城联储制造业指数和出请失业金人数扎堆而来。周五，还有6月新屋开工和7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初值，再加上这一周沃勒、威廉姆斯等多位美联储官员轮番讲话，以及新主席沃什将接受国会议员的质询，可以说下周的每一天都有可能成为搅动金价的引信。大家务必看好日历，提前做好功课。第三件，把关键位置再给你盯一遍。黄金守住4080就有反弹的希望，跌破就看4040，上方先看4160。白银支撑58.5，阻力61.5，向上的剧本是软 CPI 点燃反弹，金银携手收复失地；向下的剧本则是硬 CPI 叠加强势美元，把两者一起推向新低。这两种可能，我们都要提前想清楚，而不是等行情真的来了才手忙脚乱。判断行情，最怕的从来不是看错，而是根本没有预案。那么，最后我想把问题抛给你，你觉得下周二 CPI 出炉之后，金价会先跌破4080，还是直接反攻4160？评论区告诉我你的判断。最后，我要再次郑重提醒您，今天所有的分析和展望都只是我个人的观点，不构成任何投资或交易建议。市场瞬息万变，任何操作的盈亏都需要您自己承担，请务必保持谨慎，理性看待每一次行情，把风险管理永远放在第一位。好了，今天的点金日记就到这里。如果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每天早晨的第一手贵金属解读就不会和你擦肩而过。我是小金，我们明天继续点金，明天见。